鼓轮和水滴到底有没有差别？今天就来做一个了结。水滴轮和鼓轮不仅有差别，还是根本性的结构差异。这个差异影响抛投和实际操作。这个差异不是轮子大小或者是握持感觉，而是……但是呢，拇指衡量位置是42毫米，侧盖头部确实是尖尖的，像一个水滴的形状。大家好，欢迎回到白 Sniper 大鱼视角频道，我是杰瑞。今年2023年 ，ChatGPT 出到4.0，AI 逐渐走向终结者模式。聋哑人手里的卷线器呢，也可以开始通过蓝牙和你聊天。但是不管卷线器的内核怎么变，就淡水中轻量级别的双轴卷线器而言，至今无外乎是这两种：圆形的鼓轮和水滴轮，或者称为小乌龟。那么问题来了，这两者究竟有没有区别呢？如果有，区别在哪里？我们实际做掉的时候，这两种卷线器又该如何选择呢？今天的影片就同大家一起分享一个全新的视角来认识这两者的区别。那我在频道的社区发起了关于两者不同点的投票，想必很多朋友都看到了。获得票选最多的分别是鼓轮比水滴轮拉力更强，或者线容量鼓轮比水滴轮更大。这两点在10几20年前可能是当时的现状，但是在2023年，我们展望一下当下市面上可以买到的卷线器其实水滴轮和相同大小级别的鼓轮的拉力强度线容量的差别已经不是那么明显了。你比如说强度和拉力方面鼓轮里面100型号坚固耐用的代表 Shimano Kakuta Conquest， 这个大家想必都没有异议吧？在水滴轮里面也可以找到对应的扁板 Conquest， 就是这个 Shimano 的 Bantam。那两者都是采用变形性极小的全铝合金一体框架。那刹车力两者最大刹车力100 CQ 是4公斤，150的 Bantam 是5公斤，200的 CQ 是6公斤。所以呢，就相同型号大小而言其实拉力方面是没有区别的。那如果我们再上升一档到300型号区间，淡水来说就是很多玩雷强冷水狗鱼或者大友常用的大小型号了。那鼓轮方面呢，依然有这个 Kakuta Conquest 300、400，还特别像今年更新了这个 CQMD。而水滴方面呢，就有 Scorpion 的 MD Monster Drive， 两者的拉力和线容量都是一模一样的，自重也相差无几。同样的中型水滴在 S 加前几年还有像北美的这个 Trax 的300型号400型号200型号最高刹车力300、400都是10公斤甚至比那个 CQMD 都高。那往小了说呢，最近很风行的 BFS 系列水滴有比方 Aldebaran 的 BFS， 鼓轮方面呢有比如 Cardiff 比如初代 CQ 的 CQ5051S 以及现在的 CQ BFS。所以同样型号大小的鼓轮水滴，不管是线容量还是拉力值在2023年的今天只要它肯做都可以做出旗鼓相当的级别，不存在根本性的差异。那么鼓轮和水滴轮是否就无差了呢？不是。这两者至今依然有着根本性的结构差异，对于抛投极限搏斗大鱼出线等等的实际效果是有比较大影响的。这个根本性的差异就是两者线规到线杯的距离的不同。那水滴呢远，鼓轮呢近。比如说像21的 CQ它基本上就是9到10毫米，那21的 Antares DC 的话呢，它基本上是在18毫米左右。这样呢，主要就是造成线杯两侧的吊线同线规的夹角在鼓轮上面这个夹角会比较大。那这个影响呢，对于抛投和重鱼出线都有影响。这个夹角越大的话呢，摩擦力越大，线杯越宽呢，这个影响也会越大。特别是大线容量设计用作高强度搏鱼的卷线器，而且搏鱼时候的影响往往还要超过抛投的影响，也是为什么不少类似的300、400型号的鼓轮比如说 CQMD线规它和转轴是联动的，那抛投出线的时候线规也会跟随反向运动。那这样呢，就可以有效的避免线杯到线规之间近距离大角度的出现。而海里的接近轮子脱掉轮子索性根本就把线规给去掉了。那然后同样因为这个距离差那造成呢它的线规高度也不一样。鼓轮呢它这个线规是比较高的，那水滴轮呢是偏低的。那也是为了避免造成在鼓轮里面这种小角度抛投出现的时候带来了过大的摩擦。
这也是为什么大家看到有很多水滴轮的线孔啊，孔径可以做的比较小，但是鼓轮呢，大部分孔径都比较大。当然了，迪迦的 T-Wing 那是另当别论了。我这里手里面有一台美国的 Lewis BB1， 这个是世界上第一台的水滴轮，是在1970年代末推出的。大家可以看看这个原始的水滴侧盖设计，它相比当时的鼓轮啊，其实没有缩小侧面轮廓，它偏要加一个水滴子，难道仅仅是为了不同的造型吗？不是，因为在它的水滴子顶端可以看到安装的正是它的线规导轨，这样一来啊，它的线规就可以安装在离开线杯更远的地方，从而呢帮助减少抛投和收线时候摩擦。同时呢，它用这样的水滴造型可以帮助不增加太多侧盖的轮廓。你想啊，如果你的线规放到远处还要做成圆形，那得要多大，是吧？这在当时的卷线器当中啊是前所未有的。所以啊，水滴轮它的设计初衷并非一开始就是为了提高握持感，而是呢为了能够把导线规移动到远离线杯的地方，提高抛投性能。BB1 的这个整个设计啊，都是奔着减少线杯的出现角度，提高抛投性能去的。比如以前同大家分享过哈，它的线杯的宽度就是19毫米的窄线杯设计，在这台水滴轮鼻祖上就已经应用了。但是大家想想，这台是1970年代末的哈，所以它的设计理念是有多超前。然后呢，我们来反观一下啊，从这个金康的几代设计的变化啊，来看一下它这个设计里面有什么蛛丝马迹可循。大家知道啊，最近几年的话啊，像西马诺这个代表性的这个圆形的鼓轮啊 ，Conquest， 它的设计呢，整个就是一个鼓轮的一个小型化啊，同样都是100型号的同样的线容量的鼓轮。你也可以看到，这个啊是初代的金康，这个呢是2021版的金康。从这侧盖看的话，这个21版的金康是不是要比这个初代的要小很多？但是大家同样可以看到，就是这一个初代的金康的话，它的线规啊，它的侧盖完完全全就是纯圆形的，是吧？但是再看这个21版的这个金康的话，大家可以看到这边都是圆的，没错，但是它前面呢有一个小点突出的。那这个地方呢，也就是它装这个导线规的导轨的地方。那为什么这样做？其实呢，跟这个 Lewis 的 BB1 是一样的，它不能把在完全缩小的这个侧盖情况下，再把它线规的导轨啊装在这个轮廓里面啊，这样子的话，它离开那个线杯都太近了，太近的话会影响到抛投啊，会影响到出线拨鱼。所以呢，说老实话啊，现在的这个鼓轮的这个设计，像这个近几年，它从14年版的这个金康其实就是开始这样子设计了，其实就是这种鼓轮水滴化的这样一种处理方式，只是呢，它这个呢，没有像 BB1 那么突出哈，它大部分还是留了一个圆形而已。但从这点上也可以看出，就是这个水滴轮，它其实上不管是水滴轮啊，还是鼓轮啊。这个导轨离开线轴的这个距离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回到正题哈，这个线规距离线杯的这个距离差还有一个非常实际的影响，就是在炒粉的时候。炒粉的时候啊，水滴因为线规后面的空间大啊，相对呢可以容忍比较多的一个炒粉，但是鼓轮的话呢就不行，它的容忍度要小很多。因此啊，比如说两者都来个大炒粉，那水滴呢还能回转，没有卡住，那这样最后停下来的时候也不容易积压非常多的粉。也就更容易解开。但是鼓轮呢，一炒大粉啊，直接完全的把这个线杯都卡住了。之后呢，解炒粉的时候，自然也就更多的困扰了。然后呢，因为这个圆形的关系啊，所以握持的感觉呢，它鼓轮和水滴啊还是略有差别的。首先呢，就是因为大小的关系啊，那双轴卷线器啊，在钓竿上的握持感，很大程度上是受限于卷线器侧盖大小以及呢侧盖上沿到轮座的距离。你看这个枪柄杆扳机啊，夹在手指中间，那这个时候啊。侧盖它的上沿哈，轮座的高度值啊，就直接决定了你的手啊需要张开多少啊，来提供这个稳定的包覆。那这个距离越短呢，自然呢包覆呢就更容易啊。我们呢还是以这个 CQ 为例，看看这个鼓轮啊小型化的一个趋势。那初代的侧盖啊，到轮角的高度呢是48毫米，那二代它的侧盖边缘呢也是48毫米，但是呢它的中间横梁是低下去的，是特地为拇指按压设计的，这个高度呢就变成了45毫米。同时呢，它的直径啊从57缩小到了50毫米，到了2021年这个第3代哈，直径缩小到48毫米。
侧盖边缘高度是45毫米，但是呢，拇指横梁位置是42毫米。同样呢，在水滴轮当中，以 Bantam 为代表，它在水滴当中大小算是比较代表性的是近几年里面偏小的这个150型号，它的高度呢是38毫米，侧盖直径呢是43毫米。尽管呢，它近年来鼓轮体积小型化做的已经是非常极致了，但是呢，可以看到鼓轮还是比同类型级别的水滴轮大了那么几毫米。这几毫米还是会引起握持感的不同的。水滴轮呢，在符合人手的这个人体工学方面呢，因为几何形状的关系，还是略有优势的。在英语里面这个水滴轮的正式名称叫做 Low Profile Bait Casting Reel， 直译过来呢就是低轮廓双轴卷线器。那这个低轮廓讲的正是非摇臂一侧的轮廓相对这个鼓轮呢是更低的。很有意思呢，还是让我们回到世界上第一台水滴轮Lewis出品的这个 BB1。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卷线器的侧盖头部确实是尖尖的，像一个水滴的形状。这也是我2004年写那篇股市绕线轮实用抛投指南中提到的侧面水滴型的双轴卷线器，缩写呢也就成了现在大家嘴里面叫的这个水滴轮的最初的由来了。好，那个扯远了那除了这个侧面像水滴之外，这个水滴轮的形状对握持感改观反而没有太大的功能性，因为它的轮廓依然是非常高的。那前面我们解释过了BB1 的这个水滴设计初衷就是为了前移线规。然而呢，当时给 BB1 代工的这个厂家在看到这个奇怪的侧面形状设计后立即想到了更加实用的应用，就是把整个卷线器设计成更扁更低的形状，来方便握持。于是代工厂家自立门户推出了这个卷线器。这个卷线器和 BB1 相比是不是一下子就低了很多？那这个可能才是算是真正意义上的世界第一个低轮廓双轴卷线器了吧？哦，对了，这个卷线器的名字叫做 Bantam， 这家代工厂的名字叫做Shimano。是的，那是 Shimano当代工小弟的1970年代末。然后呢，还有一个水滴轮和鼓轮的不同可能很少有人提到但是呢，是和石料息息相关的一个不同就是它的摇把对面那一侧就是不在摇把那一侧，它的握持一侧的框架长短的不同。那虽然鼓轮它的高度直径比水滴都要略大但是呢，因为它形状的关系它握持一侧的长度其实是偏短的。反观这个水滴轮的话呢，其实侧面都比鼓轮要长而且呢宽度也不一样。我们看这个 Bantam 它的初代的时候这个握持一侧的侧盖是非常扁的，但是现代的水滴轮它在握持一侧的侧盖顶端都加宽了，这不单单是为了美观而是为了提供拇指一个按压的一个平台。那因为这个地方前身把整个线规都遮挡在下面，也就是呢让你的拇指可以很舒服的几乎伸直贴在上面，完全的整个手掌包覆在前面。但是你看鼓轮的话它的线规部分因为侧盖设计的缘故基本呢它是敞篷的露在外面，对吧？这样如果你要做同样的拇指伸直的这种掌包握法的话拇指往往它会直接就碰到线规上了，所以你呢就只能拇指是按在横梁上，这样就造成一种情况，如果是你要三指在前的这种掌包的话，那你就只有侧盖边缘一点点的地方可以这样子放拇指，你们可以自己去试一下。或者呢，要拇指平衡的话，平稳的话就是要按在横梁上。这样子的话呢，你最多就是2指在前，否则呢，一样它的拇指你如果3指在前的话，你看它还是会容易碰到这个线规的如果你拇指完全是按压在前面的话。因为你3指在前的话，就把拇指实际上是带到前面来了。你看侧面看的话就很清楚它会碰到线规，是吧？那水滴的话呢，就完全没有这个顾虑全部仰仗它的线规是藏在这个上盖底下的这么一个特点。然后呢，关于这个掌包握法，2指在前掌包握法同3指在前的掌包有2个区别。首先呢，大家可以试一下你的虎口的位置。2指不如3指来的扎实、可靠、稳固，因为这个2指的时候有时候这1/3的虎口是脱空的因此这个3指掌包不论是刺鱼还是搏鱼都更加可靠。其次呢，因为这个扳机位置本来就是枪柄杆、持杆的支点位置，那3指在前呢是把轮子的重量在手里更加靠后，也是进一步减轻了这个持重感。这一点石料中很重要比如说软饵跳底、VIB 跳底类要不停抬杆子抬一天的，
啊。那么这个看上去非常细微的差别啊，一天下来它的疲劳度差异啊，恐怕就不是一点点了。可以3指掌包的水滴轮呢，就更加适合啊，更加有持杆优势。另外一方面呢，有些呈现动作，比如说下指钓竿的抽停动作、遛狗动作，你希望啊钓竿后手把尽可能的不要敲到你的小臂。那下压抛那一期里面同大家说过哈，在前面的手指越少，越可以敲到小臂。下压抛呢，我们是希望敲到前臂啊来借力的，但是抽停动作啊，我们是不希望敲到。所以呢，适合3指的水滴轮啊，这方面也更加有优势。而且啊，对于这种动作比较多、频率比较高的呈现，握持稳定啊，也可以更好的驾驭钓竿，也有利于应对突如其来的咬口来刺鱼。所以呢，在以上这个分析的基础上呢，在黑鲈领域，对于追求究极的操作舒适度的钓鱼人来说，那卷线器同钓组钓法的搭配呢，还是需要根据鼓轮和水滴轮来简要分类的。水滴轮呢，基本可以搭配任何操作，而鼓轮呢，则更适合持竿手啊，不需要长时间做很多灵巧动作的卷物类，比方说呢，胖鱼啊、复合亮片啊、泳饵等等。而像比如说像水妹遛狗啊、抽停饵啊、跳这个软饵等等啊这类的，就会不是特别的适合啊，毕竟它的轮子高，不符合抽的手腕动作啊。而水滴轮呢，因为它的侧边的轮廓高低和形状在这方面都比较有人体工学优势啊，所以说呢更加适合。那新手的话呢，从水滴轮入手啊，不仅握持感舒服啊，容易把抛投动作做对，而且呢炒粉之后呢也更容易解开。不需要极限大力度搏鱼的朋友呢，从实用角度出发，可能呢也就不需要追求300、400肩康啊之类的。那高刚性的大力度水滴轮呢，也是一样可以考虑的。而且呢，因为不用带线龟联动啊，抛投性呢可能也会更好。那水滴轮和鼓轮呢，当然了，因为不同的型号、厂家啊等等的区别，可能呢有一些细微的区别呢，不像我今天说的一模一样。那这一部分呢，就留给大家自己去尝试和发现了。欢迎呢留言去交流啊。那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啦。如果您喜欢更多这样的原创内容，就请点个赞加关注，下次更新不迷路哦。大鱼起源，我们下次再见，拜拜。